女孩与5名危险的男人被困于孤岛，一场地狱级的生存游戏就此拉开帷幕。而活下去的唯一方法，就是远离这群随时会暴走的疯批。可他的逃跑计划才刚冒头，就被暴力打乱。男人凶狠地将他按在滚烫的沙滩上，冰冷的声线裹挟着怒火砸下。弗洛内小姐，你最好给我解释清楚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女孩欲哭无泪，她要是知道答案，一开始就不会逃跑了。这还要从几分钟前说起。作为资深夏令营老师的她，不过是在路边捡了本小说打发时间。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，竟让她穿进了这本狗血又暗黑的19禁西幻小说中。更不幸的是，她成了书中下场惨烈的恶女。玛格丽特·弗洛内也是兰格里德帝国公爵家的次女。原著里，玛格丽特因嫉妒圣女独占5位男主的爱，甚至试图将她推下悬崖，最后被彻底疯狂的男主们所杀害。她的记忆逐渐与玛格丽特融合。按照小说剧情，只要在这座被魔法禁锢的孤岛上坚持1年，就能重获自由。所以在那之前，她必须找个地方躲起来，尽量远离那些讨厌她的男主们，尤其是皇太子埃诺克·阿斯特兰格里德。不过，为什么他会在这里？女孩差点原地崩溃，哪有一开始就是地狱难度的？等等，埃诺克出现在这，岂不是意味着这里就是小说的起点？原著里，男1号就是在这片沙滩上醒来的。念头刚闪过，埃诺克眉间竟动了一下，女孩心脏骤停，拔腿就往身后的森林里冲。谁知刚跑出2步，一只铁腕突然攥住她的脚踝，巨大的力道将她狠狠灌在地上。下一秒，一具灼热的身体便重重压了上来。弗洛内小姐，你要逃到哪里去？女孩彻底麻了，救命！被最不想遇到的人抓住了。见她迟迟不回答，掐住她下颚的手又加重了几分。说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她急中生智，猛地指向天空大喊，那是什么？埃诺克果然下意识抬头，他趁机挣脱束缚，可身上繁复的礼裙成了累赘。埃诺克再次抓住他，你觉得我在你眼里很好笑吗？弗洛内既委屈又愤怒，我怎么知道是怎么一回事？我和你一样混乱。埃诺克俯身逼近，你想让我相信你的鬼话？他会如此激动，其实并不难理解。过去的弗洛内就像个阴魂不散的跟踪狂，整日围着他打转，甚至不惜买来所谓的爱情灵药，害得他过敏休克，险些丧命。从那天开始，埃诺克便对弗洛内产生了厌恶。细数弗洛内犯下的种种蠢事，随便一条都够他被送上审判席。可仗着公爵家的权势，他总能一次次全身而退。反观埃诺克，虽是帝国皇太子，母亲却是出身低微的平民，空有储君之名，实则毫无后盾。这真的是误会。虽然我家确实有点权势，但也绝不敢绑架帝国的皇太子啊。埃诺克沉默片刻，低声自语，也有道理。难道是罗德凡的手笔？罗德凡·阿斯特，那个被他夺走皇太子之位，流放到极北之地的疯子。见他似乎被说动，弗洛内甩开他的手，殿下，既然你想通了，那我是不是可以告辞了？可下一秒又被死死攥住，他挤出一丝僵硬的笑容，殿下，能先放开我吗？那可不行，我放手的话，你不是又要逃了？眼看讲道理没戏，他便开始装柔弱。可是好疼啊！埃诺克铁了心不放过他，少装可怜。话虽这么说，掐着他手腕的力道还是不自觉地松了松。当务之急得弄清楚这是哪里。我们先去山上看看地形，确认这里是座独岛，还是与内陆相连。他说的没错，但女孩的心却猛地沉了下去。她清楚记得原作里的设定，太阳一旦落山，这座岛上的魔物便会倾巢而出。她连忙出声阻止。天快黑了，要探查地形，不如等明天天亮。埃诺克爽快应下，那就按小姐说的明天再去，先在附近找找，看有没有能藏身的地方。女孩松了口气，没想到这家伙比她想象中好沟通。也是，毕竟是经历过战场的人，对局势的判断精准果断。说起来奇怪，原著里的埃诺克明明是个凭一己之力坐稳皇太子之位的狠角色，可流落孤岛后，却因对女主生出的执念而逐渐疯魔到失去理智。这座孤岛的生存法则十分独特，它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荒岛求生，岛上散落着许多来自现代的物品，可原作里的主角们因不懂用途，大多随手丢弃，而这恰恰是他的优势。只要能好好利用这些现代物品，活下去的概率便能大大增加。他立刻打定主意，暂时跟紧埃诺克，等找到原作里主角们居住过的小屋，拿到资源后再找机会脱身。谁知他刚打好算盘，埃诺克就察觉到是的警告，你最好不要想着逃跑。这人敏锐到简直可怕。不过转念一想，比起应付一群讨厌他的男人，似乎和皇太子待在一起反而更安全。埃诺克随手拾起根树枝，猛地挥出，这个不错，勉强能当武器。弗洛内看着那截枯枝，满脸怀疑，这玩意儿真的能对付魔物？很快，现实便给出了答案。两人刚踏入森林边缘，震耳欲聋的吼声便骤然响起，紧接着急促的奔跑声由远及近，一只身形堪比雄狮的巨狼猛地从灌木丛后窜出。不可能，原作明明写着魔物要到深夜才会出来活动，容不得他多想。埃诺克已将他护在怀中，同时发动了攻击，手中的木棍竟直接刺穿魔物。女孩看得目瞪口呆，只用一根树枝就解决了。她这时才想起，原作里埃诺克似乎有个与鲜血有关的心理创伤。正想着，那人目光突然扫来，他心里一紧，还没来得及开口，就被他猛地推开。这家伙，亏他刚还担心来着。不过魔物为什么会提前出现？难道触发他们出没的条件不仅仅是夜晚，而是黑暗？
如果真是这样，那在找到安全的藏身之处前，他们随时都可能葬身兽口。他脸上的血色退得一干二净，身体控制不住的微微颤抖。埃诺克将这一切尽收眼底，还以为是刚才的情况吓到他了。也是，对于贵族小姐来说，大概是第一次遭遇这种事。小姐，您还好吗？他走上前，语气虽算不上温和，却少了之前的几分戾气。弗洛内回过神，什么？埃诺克突然伸手抚过他的脸，我看你一副快要死掉的样子，所以才问的。他此刻的模样与刚才推开他时判若两人。弗洛内不解这人为何突然关心他，难道看着他想起了过去受伤的战友？我没事，刚才谢谢你救我。埃诺克应了一声，你应该知道自己仍是嫌疑人吧？等回帝国后，我会彻查此事，所以没有我的允许，你不准死。女孩心想，审问个头，他明明是冤枉的好不好？见他默不作声，埃诺克不耐烦地催促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这里很危险。弗洛内虽然觉得这家伙又凶又难缠，但却有种让人安心的感觉。日落之前，他们搭好了临时住所，埃诺克请他先进，可待他进入后，又冷着脸警告他保持距离，离我远点，我可没兴趣和你一起睡。女孩瞬间炸毛，我也这么想的，谁知道你半夜会做什么？可惜埃诺克只是一瞪，他就又怂了。天色尚早，弗洛内毫无睡意，他忍不住打破寂静，殿下，你渴吗？你如果是想逃跑，不是，我们醒来到现在一滴水都没喝过，再这样下去，不等野兽找上门，我们可能就会因为脱水而亡了。你又想耍什么花招？埃诺克刚转身，就见女孩眼神期盼地看着他。我去附近找找，说不定能发现椰子，很快就会回来的。这让他一时呆住，竟鬼使神差地松了口。等他离开才后知后觉，他一个贵族小姐，认识椰子长什么样吗？才不过片刻便得到了答案。女孩的声音带着一丝兴奋，职业习惯让她开始做起介绍。就是这个，长在树上的果实，里面的汁液能补充水分，不过要注意，熟过头的椰子会引起腹泻，如果误食只会加重脱水。看着他费劲地用石头敲打着坚硬的椰壳，埃诺克无奈地叹了口气，给我。椰子在他手中咔地变成两半，他将其中一半递给弗洛内。女孩惊叹，好惊人的腕力。他用手指蘸取尝了一口，确认没有变质，才放心道，没问题，可以喝了。整整一天，埃诺克都在不动声色地观察着她。眼前的少女和他记忆里那个骄纵跋扈、眼高于顶的公爵小姐简直判若两人。她会辨认可以解渴的野果，会警惕地避开有毒的植物，甚至懂得如何利用地形躲避危险。这些生存技能绝不是一个养尊处优的贵族小姐该有的。这真的是那个只会围着她转、满心满眼都是愚蠢爱慕的弗洛内吗？简直就像是换了一个灵魂。念头刚冒出，就被弗洛内的声音拉回现实。殿下，您怎么了？埃诺克猛地回过神，定定地看着他。小姐，你好像变成了另一个人。女孩的大脑瞬间一片空白，她强装镇定，飞快地组织着语言。人在极端环境下，总会有所改变的，不是吗？必须得否认，他本来就把她当成绑架嫌疑人。若是再知道她不是真正的玛格丽特，指不定会认为是他搞的鬼。埃诺克眼神锐利，那种情况的改变可是极其罕见的。不过看小姐现在的判断和应变能力，倒也不是没有可能。他起身拍了拍身上的尘土，走吧，先回去。弗洛内的心缓缓落下，还好应付过去了。狭小的空间里，两人背靠着背，彼此的呼吸声清晰可闻，偶尔他后背还会触碰到一片坚实的温热，让他更是难以入睡。显然埃诺克也毫无睡意，他主动提起了刚刚发生的事。那不是普通的野兽，他身上散发着魔物的气息。奇怪的是，我刚才尝试调动剑气，却发现无法使用，这一点和他预料的一样，无论魔力还是神力，在这里都被封印了，只能凭借自身的力量活下去。不过以埃诺克的怪力，他暂时应该不用担心。埃诺克又叹了一声，小姐大概听不懂吧？我干嘛和你说这些呢？弗洛内默默握了握拳，瞧瞧这家伙。不过到底是谁做的？为什么偏偏是我和小姐你？他不得不再次澄清，如果我真想绑架殿下，就不会在这种地方，而是把您关在某处僻静的宅邸内。当然我绝对没有这么想过。他生怕越描越黑，连忙转移话题。对了，殿下，您来这里之前在做什么？处理积压的公文。那前一天呢？有没有遇到什么可疑的人？怎么，你这是在审问我？女孩理直气壮，没错，就是审问。对方竟没再反驳，而是乖乖回答了问题。最近1个月，我都没踏出皇宫半步，一直在处理年末的结算。埃诺克语气带着些许的疲惫，这家伙简直是个工作狂啊！他还没从震惊中回过神，就听埃诺克反问：那小姐呢？出事之前在做什么？弗洛内忍不住笑了，他总不能说原主那时正对着他的画像放花痴呢。我吗？当时正在沙龙享受下午茶，因为我很爱社交，近期见的人太多，实在想不起来可疑的。埃诺克一副不信的样子，他终止了提问。好了，审问就到此为止，今天好好休息养足体力，明天还要上山弄清楚这是哪里。夜晚刮来的风仍伴随一股燥热，他随手撩开脖颈上的碎发。埃诺克刷得红了脸，但他马上又恶狠狠威胁：你要敢越过这条线，我就立刻把你扔进海里。弗洛内被他的阴晴不定搞到抓狂，就算你求我，我也不会过去的。按照原著的设定，此刻的孤岛上除了他和埃诺克，还散落着其他几位主角：赫斯提亚王国的皇子，帝国的禁卫队长，身负圣光的圣女，神秘莫测的大主教，以及大魔法师凯特。原作里
埃诺克本该在与玛格丽特争吵后偶遇圣女尤安娜，可是，一开始剧情就乱了套。更让他心慌的是，他根本没看完这本小说，说不定剧情偏离这么多，那间栖身的小屋也不再安全。可即便如此，他也要找到小屋，得到必要的生存物品，再去寻找被女主发现的地堡。只是原作中，女主刚找到地堡，他们就被传送回去了。弗洛内望着闪烁的星空，忍不住胡思乱想，说不定这一切都只是一场梦。等明天醒来，他就会躺在自己熟悉的床上，一切都只是南柯一梦。只是这样的话，没能见到他心心念念的大魔法师凯特，好像还挺遗憾的。孤岛深处，一群魔物咆哮着疾驰而过，一道狼狈的身影忽然从茂密的灌木丛中钻出。男人一脸怒意，他望着陌生的丛林，忍不住爆了句粗口：该死的，这到底是什么地方？他把裙摆拉至大腿根处绑住，又干脆利落地扎起长发，准备到海中捕鱼。只因女孩穿越进一本19禁暗黑小说，被迫与一众疯批男主困在了孤岛，必须熬满整整1年才有机会离开。在此期间，他不仅要提防身边逐渐失控的男主们，还要躲避密林里的魔物。弗洛内一早被冻醒，他念叨着下次要生火睡觉，可起身的瞬间，才发现身上竟盖着埃诺克的外套。醒了，一道声音从身后响起，女孩回头望去，那人脊背挺直，眼神清明，哪有半分刚睡醒的慵懒？你一夜没睡？埃诺克错开视线没有回答，虽然大概猜到是为了警戒，可他还是冒起一股火气，在野外这么消耗体力，无异于是在找死，何况今天还要去山顶。埃诺克被他念叨的太阳穴突突直跳，才憋出一句话：我还不确定小姐是否值得信任。弗洛内盯着他，忽地笑了，嘴上说着不信任，却把自己的外套脱下来盖给他，这样心口不一的家伙，他还是头一次见。这时，肚子不合时宜地发出抗议，弗洛内窘迫地红了脸，看来只能先去山里找些野果充饥了。可登上山顶的那一刻，他的心骤然沉入谷底。这确实是他读过的那本小说。埃诺克瞬间暴躁起来，该死的，完全搞不清楚是在哪里，到底谁把我们送到这里的？和他一样，弗洛内也感到绝望。距离门的开启还有1年，他能在这群逐渐疯狂的男主们手里活下来吗？本该在之前找机会逃跑的，可爬山消耗了体力，况且他看向埃诺克，恐怕他再这样下去就危险了。弗洛内深吸一口气，朝他伸出手，既然知道这里是岛，那就下山吧，我们要活着回去。你还清楚，埃诺克从昨天起就没合过眼，更没吃过一点东西，就算再怎么身经百战，此刻判断力也早降到了谷底。他斟酌着措辞，那个，在天黑魔物出现前，我们得下山。就在他以为对方会冷漠拒绝时，埃诺克握住了他的手。更让他惊讶的是，他竟笑了，谢谢你。肚子又一次响亮的抗议，弗洛内的脸颊瞬间爆红。埃诺克别过头，我什么都没听见。看来他们还是先解决食物问题吧。男人一脸疑惑，小姐你是认真的？当然。弗洛内扎起长发，又弯腰卷起裙摆，那抹耀眼的白让埃诺克脸颊轰的一下炸开。他猛地转过身，耳根红的几乎要滴血。在我回来之前，麻烦你负责生火。男人小声应下。弗洛内瞥了他一眼，至于吗？难道他没见过女人的腿？他捡起刚才做好的鱼枪，快步走向海边。万幸的是海里没有魔物，想要摄取足够的营养，捕猎是唯一的出路。首先找到被困在岩缝中的小鱼，用石头捣碎撒进海里当诱饵。接下来只要屏气凝神，等待猎物的出现。就是现在。他猛地支出手中的鱼枪，中了。看着枪头上鲜活的鱼，居然一次就成功了。他好像天生就适合野外生存，虽然达不到贝尔那种，但也有种说不出的成就感。这时，身后传来声音，他回头望去，埃诺克不知何时竟站在了岸边。这家伙看了多久？两人四目相对，空气里弥漫着说不出的尴尬。又是一条鱼，先当没看见他好了。埃诺克很快生好了火，他对弗洛内完全改观了，真厉害！没想到小姐还会处理鱼，喜欢钓鱼的人基本都会。弗洛内随口答道。话音刚落，却猛地僵住。不对，原作里的女主可是连鱼腥味都闻不得，只等着男主们把料理好的鱼肉送到嘴边。怎么到他就成了亲自上阵了？虽然是他主动揽下的，可心里还是莫名升起一股微妙的憋屈。埃诺克被他看得浑身发毛，怎么这么看我？弗洛内叹了口气，没什么，就开始烤处理好的鱼。突然间，一道阴影附了过来，埃诺克竟凑到他面前。真的没什么吗？眼前放大的俊脸让他呼吸一滞，下一秒，温热的手掌轻轻落在他头顶。抱歉。吓到你了吗？我只是觉得有趣，所以才盯着你而已。下次就让我来吧。他接过烤鱼的工作，弗洛内捂住发烫的脸颊，心脏几乎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。不行不行，他得打起精神，不能被他迷惑。鱼很快就熟了，金黄焦脆的外皮滋滋冒油。他拿起大的递给埃诺克，来，这条给你。埃诺克却没接，反而伸手拿起剩下那条小的。这里不是兰格里德帝国，所以关照之类的就不必了。以后请优先照顾自己，来到陌生的地方会感到不安。我也能理解，但我会想办法让你活着逃出去的，所以别太担心了。可是这份体贴并没有让他感到开心，正因为他读过原作，才更加了解这里有多危险。埃诺克能不能活着走出这座岛，都是未知数。对方突然起身，等找到机会，我会先送你离开，到时你再去找人救援。女孩愣住，什么？埃诺克眼神一冷，难道你以为
我会就这样放你走吗？我不是说过，小姐必须留在我的身边，你记住，只有我送你走的时候，你才能离开。弗洛内浑身泛起鸡皮疙瘩，这话要是换个不明真相的人听了，还以为是痴情男主的告白，可实际却是威胁。就在这时，一件带着体温的外套披在了他的身上，是埃诺克的。披着吧，我只是太热了才给你而已，不用感谢。弗洛内拉了拉外套，是啊，他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对玛格丽特充满善意，但至少今晚他可以继续睡个安稳觉。女孩的离开让埃诺克瞬间破防，他以为需要依附自己才能生存的贵族小姐，竟毫无留恋的要与他分道扬镳。只因两人意见不合，他执意守在海边等待救援，而弗洛内则因知道门1年后才会开启，决定去岛内寻找物资。毕竟这身裙子严重影响了他的活动，可他又无法说自己知道未来，一旦说破，只会被他再次当成怀疑对象。既然这样，那我们就在此分开吧。埃诺克的脸色刹那间变得阴沉。什么？女孩却毫无察觉。多谢您从魔物手中救了我，和殿下共度的这段时间似乎让我得到了安慰。那么就此告辞了。等等，埃诺克上前拦住他。昨天我明确的警告过你吧，只有我送你走，你才能从我身边离开。弗洛内反驳道。可现在我们意见完全不一致，我只是在做最合理的选择。在他看来，现阶段岛上危险的就只有魔物，只要日落前找个地方藏好就能躲过。当务之急是寻找补给的小屋或地堡，这样才能准确得知开门的时机。而且他想调查自己到底为何穿越成了玛格丽特。埃诺克压下心头的躁郁。弗洛内小姐，你觉得孤身闯岛这种自寻死路的行为算得上合理？女孩突然踮脚靠近。难道您是在担心我吗？怕我遇到危险？其实他更倾向于埃诺克是想把他留在身边监视。放心，我比您看起来的要耐活得多。这几天您也看到了，所以还是多担心下您自己。他的话再次被打断。一起走，我陪你进岛，但我会继续寻找逃离这里的方法。弗洛内怔住了，那个最厌恶玛格丽特的男人竟然愿意和他同行。难道这几天的朝夕相处让他对这具身体的厌恶稍稍淡了些？他弯起嘴角，好，若能借此获得埃诺克的信任，他的未来或许能够改写。即便有人在前方开路，因衣着的问题，对他来说仍行进的有些吃力。忽然他眼前一亮，看那里，悬崖的下方一般会有洞穴，虽然去的路上可能会有危险，但没有比那更适合住处了。埃诺克满脸怀疑，你在公爵家还学这些？他心头一跳，随口敷衍，我在家族接受过各种各样的教育。看来公爵很宝贝小姐，还会进行这么危险的教育，真是让我刮目相看。弗洛内腹诽，他干嘛突然发火？话说，好像要下雨了，我们尽快赶往那里吧。话音未落，裙摆就被树枝狠狠勾住，他重心一歪，狠狠摔在地上。弗洛内小姐，埃诺克快步上前，伸手拉他，你还好吗？不幸的是，脚踝传来一阵钻心的疼，他扭到脚了。埃诺克蹲下身帮他检查，伤得不轻，恐怕暂时走不了路了，失礼了。不等弗洛内反应，他俯身将他打横抱起，女孩瞬间僵住，下意识挣扎，你放我下来。不想埃诺克手臂收得更紧，想在下雨前赶到洞穴，这是最快的办法，不想摔下去就抓紧我。弗洛内只能认命地搂住他，可是这也太近了，越往密林深处走，周遭越是寂静，偶尔有飞鸟掠过。他偷偷抬眼打量他，果然是小说男主嘛，所以让人觉得格外踏实，而且他好像对他带有些许的善意，希望遇到原著女主后，这份善意也不会消失，就借此机会增加些对他的信任吧。殿下，您也看到了，来到这座岛之后我真的不一样了，您就当我是重生了吧，我以后不会再像之前那样了。所以埃诺克忽地停下脚步，确实，和你说话的时候，我不会再像之前那样不爽了，但是我是不会对小姐你产生任何好感的。我现在这么做，不过是尽一个绅士的本分，还请你不要抱有不该有的期待，免得日后徒增麻烦。弗洛内的心一点点沉下，可马上他就无心多想了，有什么东西在急速靠近他们？明明太阳还未落山，魔物不该出现的，几乎是本能反应。他用力推开埃诺克，殿下危险！两人躲开了偷袭，可他却跌落到魔物面前，还未等他做出反应，一根粗壮的树干破空而来，狠狠砸在魔物身上。埃诺克冲出与魔物缠斗在一起，他大喊道：“弗洛内小姐，快跑！”女孩瞬间冷静下来，她不能死，也绝不能成为埃诺克的累赘。先爬到附近的树上，可现实从未顺遂过她的意。追上来的魔物一口咬住了她的裙摆，又是这该死的裙子。埃诺克见状，立刻甩开魔物，疯了似的朝他奔来，但太迟了。他实在不甘心，为什么这种事总发生在他身上？意识消散的最后一刻，他只听到埃诺克撕心裂肺的喊声：“玛格丽特！”他想起来了，穿越前，原主玛格丽特曾向埃诺克求婚，被他无情拒绝。气急败坏的贵族小姐当众嘲讽他是个血统不纯的私生子，那样刻薄的话，难怪他会厌恶玛格丽特入骨。他从一开始就不该对埃诺克抱有任何期待，他就该甩开他，一个人去找地堡的。可是他还以为经过这些天的相处，他们的关系能稍微好一点的。意识回笼时，先闻到的是刺鼻的血腥味。弗洛内缓缓睁开眼，映入眼帘的是满地魔物的尸体。埃诺克背对着他站在不远处，他忍住疼痛摇晃起身，想问问他是否还好，有没有受伤。可看清他的手时，瞬间僵在原地，鲜红的血珠正不停从他的手上滴落。
他猛地想起原著里的设定，埃诺克的战争后遗症是一旦看到人血就会失控暴走，这种状态会疯狂透支他的身体，直到他力竭倒下才会停止，所以他现在必须想办法立刻阻止他。为了阻止暴走的小说男主，女孩不仅一棍敲晕了他，还将他五花大绑，所以当埃诺克醒来时，就发现自己被紧紧束缚住了手脚。不久前，弗洛内把他转移到了山洞内，衣服下面是大片被魔物抓伤的痕迹，伤口处还不停渗出着血，莫非魔物的爪子有毒？他撕开裙摆，给他做了简易的包扎止血，想到也许他的暴走状态还未解除，以防万一，索性将他绑了起来，这才有了此刻的局面。埃诺克防备起身，你对我做了什么？立刻给我解开！女孩心想，这家伙的狂躁症果然没好，面上却半点波澜不显。你现在还不能动，伤口会裂开恶化。埃诺克暴躁挣扎，别动！他厉声喝止。男人竟真的僵在原地。埃诺克维持着跪坐的姿势，就像只被点了穴的大型犬。弗洛内也呆了，这招真能让他震惊。在原作中，他从没见过男主有这般反应。埃诺克窘迫地偏开视线，我的身体为什么不能动了？已经没事了。他靠近，轻轻抚摸着埃诺克的头，温和的嗓音裹着暖意，一点点抚平男人紧绷的神经。他眼皮渐沉，咚的一声栽倒在地。女孩长舒一口气，方才要是出了差错，恐怕他就和白天那些魔物下场一样了。原作里，男主暴走时向来都是由女主安抚的。他烦躁地抓着头发，对女主尤安娜来说是培养感情的浪漫情节，可对他来说可是关生死存亡。当夜，因为伤口感染，埃诺克发起高烧。早晨他虽恢复了神智，可状态依旧不好，不能这样拖下去了。我去找点草药和食物，很快回来。埃诺克呆坐着看他离开，直到女孩身影消失，才想起自己仍被绑着。他叹了口气，至少帮我解开再走啊。另一边，弗洛内很快寻到几株止血消炎的草药，正盘算着要赶在天黑前折返。一阵枯枝断裂的脆响突然自身后传来，是魔物？不对，现在是正午阳光最强的时候，魔物不可能出现，难道是人类？他心头一紧，转身就往反方向跑。这座孤岛之上，除了女主尤安娜，便只有5位男主，除开对谁都温柔的尤安娜，其余几人哪一个对他不是满怀敌意？光是应付埃诺克一个就已经够麻烦了。刺骨的寒意顺着脊椎爬上，一道戏谑的男声传来：“什么吗？原来这有人啊！”原作里的第2位男主挡在了他的前方，银发赤眼以及标志性的单边耳坠，是凯登·布兰克。他几乎是本能的调转方向，拔腿就跑。若说埃诺克是最讨厌玛格丽特的人，那凯登便是对他威胁最大的存在。因为在原作的剧情里，玛格丽特最终就是死在凯登的手中。凯登是罗哈德侯爵家的次子，幼年时曾被神殿掳走，沦为惨无人道的实验品，而侯爵为了利益，竟与神殿达成肮脏的交易，将此事彻底掩盖。这段暗无天日的过往，成了点燃他疯狂的导火索。自此，凯登开始憎恨自己的家族和神殿，凡是神殿主导的研究与家族资助的实验，他都会不择手段全盘摧毁。偏偏原主玛格丽特曾斥巨资赞助过神殿的研究，手腕骤然被人攥住，巨大的拉力让弗洛内踉跄着向前倒去。当初凯登曾去弗洛内公爵府要求停止研究，可玛格丽特却强行推进了实验。他则因为这件事开始厌恶弗洛内家族，所以他必须远离这个人。放开我！他推开对方，却突然被什么东西砸住了眼角，他痛呼出声。男人一脸紧张，你没事吧？弗洛内看去，是凯登衣袍上的吊坠，他顺手拾起，比想象中要重。等等，凯登突然伸手抚住他的脸，我怎么觉得好像在哪里见过你？女孩一颗心提到了嗓子眼，生怕被他认出身份，谁知凯登却突然松开手，将他拉起身。抱歉，吓到你了，体谅一下。荒郊野岭突然撞见个贵族小姐，任谁都会觉得可疑吧。根据原作设定，凯登自神殿逃脱后，必须依靠耳坠调节紊乱的魔力，可他登岛后，耳坠便意外损坏，魔力自此失控，时常会突发高烧，甚至控制不住情绪。他眼底的红芒忽明忽暗。可是你为什么要逃走？难道是不会说话吗？奇怪，方才明明还尖叫了。弗洛内抿着唇，小声嗫嚅了一句。凯登歪头靠近，你说什么？他微微后退，眼中满是防备。你想要什么？男人突然瞪大双眼，脱口而出，你很美。弗洛内被他的跳脱整懵了，这人怕不是疯了？你先放开我！我不，我们既然相遇了，不如多亲近一点。谁要和你这种危险人物亲近啊？凯登却没理会他的抗拒，歪着头，眉间紧锁，似是在回忆什么。可是无论怎么看，你都和我认识的那个人很像啊！我想起来了，你不会就是兰格里德帝国的那个疯子弗洛内小姐吧？女孩还是撞上了最不想招惹的男人。偏生这人不仅对她兴趣盎然，更是一眼就识破了他的身份。你不会就是兰格里德帝国那个疯子弗洛内小姐吧？他暗骂，你才是疯子，全家都是。见他默不作声，凯登又慢条斯理地撩起他的长发，他好像也是这种发色呢。弗洛内终于忍无可忍，啪的一巴掌拍开他，你竟然叫我疯子，在淑女面前说这种话，不觉得失礼吗？凯登眨着眼睛，目光沉沉地盯着他。弗洛内心头一跳，他安慰自己，没事的。凯登当年去弗洛内宅邸请求停止资助实验，见面也只有一刹那，时隔这么久，肯定认不出他就是玛格丽特。
果然，他没再揪着这个话题。那你又是谁？说着凑近一步，我是凯登布莱克罗哈德，你知道我吗？他慌忙摇头，是吗？不过你真的不是弗洛内小姐。说了不是，那就好。他脸上的笑容未减，周身的气息却在刹那间降至冰点。因为我非常讨厌那个女人。刺骨的杀意扑面而来，弗洛内全身的血液几乎凝固，心脏更是狂跳不止。这和面对埃诺克时的感觉截然不同。凯登是真的会杀了他。这时，凯登忽然抬头望向天空，随即又低下头，像是在空气中捕捉着什么，最终视线牢牢锁定在他身上。下一秒，他就被凯登猛地拉进怀中。弗洛内瞬间炸毛：“你干什么？”凯登的脸颊泛起不正常的红晕，他埋手在他颈间，贪婪地嗅了嗅，语气困惑：“奇怪，你身上有股甜味。”温热的气息扫过脖颈，弗洛内浑身汗毛直竖，可他却马上敏锐地察觉到这个人分神了。就是现在，他抬腿狠狠一踢，对方惨叫一声，狼狈地半跪在地上。弗洛内不敢耽搁，拔腿就跑。就算凯登现在不杀他，总有一天也会动手。前方是陡峭的悬崖，他却没有丝毫犹豫，一把抓住上方垂下的藤蔓，纵身跃了过去。而凯登这时也已追上，手指几乎擦着他的发梢掠过。他稳稳落地，回头看了一眼，心中只有一个念头：他绝不要活在随时可能丧命的恐惧里。一个埃诺克就已经够他受的了。凯登望着他的背影，满脸难以置信，这真的是那个娇弱的贵族小姐？直到再也跑不动，弗洛内才停下。刚没注意，他竟然把这个随手带来了。看了看天，魔物出没的时间快到了，来不及赶回山洞找埃诺克了。他还是先担心自己吧。幸好附近有处藏身之地，他决定先躲一晚，等天亮再赶回去。脚底忽然踢到什么东西，他捡起一看，竟是个急救箱。弗洛内激动得差点落泪，一股生的希望猛地涌上心头。碘伏退烧药、止痛药一应俱全。不知是不是融合玛格丽特记忆的缘故，他识别文字的速度慢了些，但这都不重要，有了它，就能治好埃诺克的伤了。就在这时，身后突然传来一声震耳欲聋的嘶吼，弗洛内瞬间合紧腰箱，连滚带爬地躲进石板底下。魔物竟然来得这么早，脚步声由远及近，越来越清晰，在石板外停下，似乎在搜寻什么。他屏住呼吸，抬头向外望去，刹那间如坠冰窟。那东西停在石板前，腿比成年男性的大腿还要粗壮2倍，浑身覆盖着棕黑色的浓密毛发，根本不是人类。像是察觉到了什么，魔物突然调转方向，匍匐在石板前。糟糕，难道是发现他了？再这样下去，他绝对会被撕碎吃掉。慌乱间，埃诺克的脸竟浮现在他脑海。弗洛内不禁想，他要是在就好了。千钧一发之际，远处突然传来巨大的敲击声，魔物动作一顿，转身朝着声音的方向走去。弗洛内瘫在原地，身体止不住的颤抖，他死死捂住嘴，才没让呜咽声从口中溢出。这一夜，他枕着警惕与恐惧入眠。这是他第一次想念埃诺克。那到底是什么怪物？原作里对魔物的外形和进化有过描写，却从未出现过如此怪异的品种。仔细回想，他后来遇到的那些狼形魔物，也和第一次的不同。怎么感觉难度系数变高了呢？他真的能活着走出这座岛吗？等弗洛内赶回山洞，才发现里面竟空无一人。他心底一沉，虽然不止一次想过逃跑，却从未料到埃诺克会先一步离开。难道他遇到尤安娜了？他不自觉地攥紧了拳。也是，若是遇到了尤安娜，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抛弃他这种人吧。既然他不在了，他也没有理由继续待在这里，就按最初的计划去寻找小屋和地堡吧。掉落的药瓶向前滚动着，突然间停了下来。弗洛内一抬眼，就见埃诺克站在洞口，他大口喘着粗气，胸口剧烈起伏着，声音带着难以言喻的急切。玛格丽特。他愣在原地，半晌才憋出一句话：“那个，我还以为您离开了呢，看来您的身体没事了，真是太好了。”却不料男人突然目露凶光。弗洛内一脸茫然，干嘛又瞪他？难道他离开期间发生了什么事？还是说他以为他逃跑了？等一下，我说过我去找草药了，虽然没能带回草药，但我找到了急救箱，简直就是神装。话刚说完，他才想起埃诺克听不懂神装是什么，连忙补充：“总之就是受伤的话，用这个能立刻。”话语戛然而止，埃诺克突然伸手握住了他的双肩，声音带着微不可闻的颤抖：“不要再这样了，我以后不会再受伤了，所以不要为了我再做这么危险的事了。”凯登的出现让埃诺克陷入暴怒，而他也在这次与女孩分别后，彻底认清了自己的内心。向来不信神明的他，第一次向神祈祷，那个他曾厌恶到骨子里的女孩能够平安无事。当埃诺克恢复清醒时，夕阳已染红了天际，他茫然四顾，才发现自己在一处洞穴里，右臂的伤口传来阵阵刺痛。他认得那是玛格丽特裙子的碎片，没想到他还会处理伤口。这份惊讶很快便转变为担忧，无论哪里都没有那道身影。他隐约记起，女孩曾说要去寻找草药，虽然时间短暂，但和他一起生活的这几天，他对岛已经有了一些了解。比如攻击他们的魔物白天并不会活动，只有在暮色降临时才出现，那就意味着现在外面很危险。在森林中奔跑的埃诺克，连他自己都分不清此刻的急切究竟从何而来。若换作平时，他绝不会为了弗洛内这样赌上自己的性命。他分明是讨厌他的，可是弗洛内为他所做的一切，在脑海里不停地翻涌。如果没有他，他能活到现在吗？那些淬了毒的话，
此刻一字一句都化作烙铁，狠狠烫在他的心上。他怎能如此差劲？弗洛内初醒时，身处在这陌生的荒岛，该有多害怕呢？他非但没半分体恤，反而用最刻薄的话去伤害他。这天夜里，埃诺克恳切地祈祷了一整夜，希望玛格丽特能够活着，希望她安然无事。如今，这个人回到了他的身边，与埃诺克复杂的心境不同。女孩此刻一脸懵：“殿下，您这是？”男人纠正道：“埃诺克。”他靠近女孩，轻轻贴上她的额头：“从现在开始，叫我埃诺克。”女孩更混乱了。埃诺克很奇怪，他不可能对玛格丽特这么亲切啊。听说人处于极端环境中是会变的，所以才这样吗？脸颊突然被他捧起，男人语气有着压不住的怒火：“你受伤了？谁干的？”弗洛内只觉得浑身不自在，一把拍开他的手：“没事，一点小伤而已。”真是新鲜，殿下竟然会这样和我说话。您还没退烧吗？他刻意模仿起他从前的语气：“我对小姐你是不会有好感的，所以希望你不要抱有虚无的期待，这样彼此都会变得麻烦。”埃诺克心头狠狠一颤，他低着头跪坐在原地，额发遮住了眼底翻涌的情绪。女孩摇了摇头：“这话就让他打击那么大吗？不过现在不是心软的时候。”他站起身：“我现在好饿，简直快饿死了。我们先去打猎吧。当然，我会先给你疗伤的。”埃诺克定定地看着他，最后只说出了一句：“谢谢。”弗洛内拿出药，首先从消毒开始，会比较痛，但你要忍住，比他想象中要麻烦。幸好伤口没有继续发炎。可以了。埃诺克有些惊讶，他竟如此擅长包扎。弗洛内收拾着药箱：“你现在可以活动了。”他疑惑问道：“你怎么知道那些是什么药的？”女孩心头一跳，她该怎么解释呢？你知道海对面的东大陆吧？是那里的语言，我曾经学过一点。埃诺克眼神透着怀疑，却没有再追问。这样啊，女孩松了口气，幸好靠玛格丽特的记忆敷衍过去了。不过，作者为什么加入现代的急救箱这种设定呢？埃诺克再次开口：“那个，你脸上的伤，不打算和我说说吗？”弗洛内想了想，好像没必要隐瞒与凯登相遇的事，毕竟他们之后也会见面。我遇到个奇怪的男人，被他衣服上的装饰砸到了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因为我当时正好被他压住。一声脆响，只见埃诺克手中的石块竟被生生捏成了粉末。你知道那个男人是谁吗？我有捡回砸到我脸上的东西，应该是他的。埃诺克定睛看去，这是魔塔的图案。女孩心想，果然他一眼就认出了。不过他更担心其他事。殿下，你见到血还会失控吗？埃诺克身体猛地一僵。那个，弗洛内没放过他的慌乱。我知道这个问题很失礼，但如果我们要一起行动，我得知道这些才行。埃诺克长叹一声，是可以一直发作的。我从战场回来后才有的这个症状，因为在皇宫内见不到血，所以平时没事。女孩追问：“难道你不知道控制的办法吗？”他眼神开始闪躲，似乎有什么难以启齿。弗洛内想起不久前，那时他狂躁的情绪有稳定下来，分明是有办法抑制发作的，到底是什么原因？就在这时，男人终于开口：“玛格丽特，那天是你叫我停下，应该只有你的话对我有用。”不久前，在弗洛内的追问下，埃诺克说出了阻止他发狂的方法。因身份的关系，无论是在幼年他和兄弟发生矛盾，还是在战场上陷入疯狂时，从没有人对他说过停下住手这类的话。或许我需要的就是一个能制止我的人。之前我说过，这是战争后遗症，因为罗马利赞的战斗记忆过于惨烈，我只要看到血就会失控。说着，他竟划开了自己的手心。弗洛内心头一紧，可他却面色如常，轻微的伤口是没事的。女孩松了口气，瞬间便想明白了缘由。恐怕埃诺克在登上皇太子位之前，从来没人敢帮他，更没人会去安慰他。如果真有能控制我发狂的咒语，那大概就是你当时说的那些话吧。原作里尤安娜靠肌肤之亲勉强压制他的狂性，但那并不能从根本上治疗。不对，从最开始，谁又能想到他这样强大的男人会渴望被他人控制？有办法就好。弗洛内认真叮嘱，以后但凡遇到见血的场合，你必须立刻避开。埃诺克乖巧的点点头，抱歉了。不过你在伤口上涂的药是哪个？这个。埃诺克接过挤在指尖，忽地向他靠近。弗洛内下意识后退，可他越躲埃诺克就离得越近。我觉得这里也需要涂一点药。他在女孩眼角的伤口处轻轻涂抹着药膏。那个男人还对你做了什么？我都说过了，我踹了他一脚后就逃走了，结果迷了路，躲在林子里直到天亮。埃诺克悬着的心终于落下。逃出这座岛之前，你不要再单独行动。我本来就是这么打算的。他应声答道，心里却想，既然已经遇上了凯登，只守在埃诺克身边，根本无法让他安心。他必须快点找到地堡。可惜连日奔波劳累，他终究还是病倒了。没想到会闹肚子，果然，就算再麻烦也得喝过滤煮沸的水才行。幸好衬裙是纯棉的，能勉强做成过滤的工具。让他意外的是，向来桀骜不驯的埃诺克竟会一直守着照顾他。如果剧情没有按原作发展，他或许就不用从埃诺克身边逃走了。可转念一想，若是之后遇到女主呢？埃诺克如果变成原作那样，那岂不是他的努力就全白费了？但愿能在那之前找到地堡的位置。我不是让你多休息一下吗？熟悉的声音在身后响起。女孩眨了眨眼，可人总得吃饭才能活下去啊。男人无奈摇头，语气软了几分，就听你的，先回去填饱肚子。可走着走着，埃诺克却突然停下。女孩捂着被撞疼的额头，刚打算发火，
就被他拦住。他顺着埃诺克的视线望去，才发现前方躺了一人，竟然是他不久前遇到的凯登。弗洛内一瞬间惊惧的神情，恰好被埃诺克捕捉到，他立刻就猜出这是伤了他的男人，当即就要动手教训。等一下！弗洛内猛地挡在他身前，埃诺克一副不解的模样。玛格丽特，可他却无暇顾及，转身确认那人是否还活着。果然是凯登。埃诺克走上前，就是他伤的你？对。弗洛内也有些诧异，明明已经甩掉他了，难道是迷路了？埃诺克的语气骤然变冷，把他绑起来比较好，他绝对是个危险人物。弗洛内示意他小声，天快黑了，得在日落前。话音未落，手腕突然传来一阵剧痛，凯登竟在昏迷中抓住了他。埃诺克紧张上前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就是吓了一跳，我们先把他带回去吧。弗洛内试图掰开他的手，可那力道却像铁钳一般，纹丝不动。埃诺克上前，我来。下一秒，两人的手就被分开，只不过攥着凯登的那只手多少有点公报私仇。埃诺克，谢谢你。他的话被打断，留下了痕迹啊。埃诺克的语气冷到了极致，他一把将他拉到身前，周身翻涌着杀意。要我杀了这个家伙吗？等等，绝对不行！干嘛杀了他？只是手腕留下点痕迹。弗洛内死死拽住他，急声道：埃诺克，你要忍住，你得控制好自己。这番急切的阻止不仅没让他继续生气，还扑哧一声笑了。他伏在地上，笑得浑身发颤。知道了，既然是你的意思。不过这家伙好像是大魔法师凯登，虽然看着碍眼，但魔法师的知识也许能派上用场。我们先把行李挪过去，再来带他。不过回去之后要把他绑起来，怎么样？弗洛内略感意外，埃诺克竟然开始征求他的意见了，看来对他的信任提高了不少。念头刚冒出，就见男人面色一沉，如果你不同意，我就把他丢掉，行吧？是他想多了。弗洛内拍了拍裙摆，别担心，我也同意你的意见，现在就把他绑起来吧。让他没想到的是，凯登受的伤极重，到底是在哪里弄成这样的？弗洛内忽然想起那天在森林里回荡的巨响，难道是他弄出来的？等醒了再问他吧。想着他看向埃诺克，他伤得太重了，你绝对不要看这边。埃诺克浑身颤抖着，面容因极致的隐忍而扭曲，他咬着牙，声音嘶哑，看来也得把我绑起来才行。糟了，几乎是本能反应，女孩将他狠狠一脚踹翻。埃诺克，住手！他脸颊瞬间憋得通红，却当真僵在原地没再动分毫，就连方才的狠力也从声音里退去，只剩下一丝近乎卑微的哀求。玛格丽特，放开我！直到这一刻，女孩才终于确认这个方法真的有用，否则以埃诺克的怪力，推开他不过是动动手指的事，可他却因被他踩着而变得顺从。他再次命令埃诺克停止。下一瞬，男人竟径直昏了过去。弗洛内以最快的速度将他捆牢，心想幸好没出大事。可当他目光扫过地上躺着的两个大块头时，一股抓狂的情绪瞬间涌起。这群家伙到底是怎么在原作里活下来的？不想了，还是处理伤口要紧。没过多久，埃诺克便醒了。弗洛内蹲在他面前，漂亮的眉眼里带着一丝不满。你没事吧？说着，伸手替他解开了束缚。男人哑着嗓子开口：我真是没脸见你了，伤口还好吗？弗洛内耸了耸肩：我给凯登的伤口消了毒，也用了止血剂，应该没大碍。不，埃诺克突然抬手，指尖轻轻抚上他的脸颊。不是那个魔法师，我是说你。突如其来的亲密接触让他浑身一僵。我能有什么事？埃诺克的指尖微微蜷缩，话音陡然一转：你如果想除掉那家伙，就和我说，随时都可以。弗洛内一脸无语：你又发作了？男人挑眉：真那样就好了。女孩长叹一声：再这么折腾下去，他迟早也要跟着疯掉。两人守着昏迷的凯登照顾了一整夜，他的体温居高不下，难道和攻击埃诺克的魔物一样也有毒吗？直到第二日，他依旧没醒来，好在呼吸没有那么急促了。他们决定先去附近侦查一番，只是越往密林深处走，弗洛内就感觉越热。他记忆中的地堡和小屋分别在巨大的山下以及陡峭的悬崖上。上次他爬到山顶时，观察到这座岛有3座巨大的山，若这座山中没有地堡或小屋，他们就得去另外2座山碰碰运气了。只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太热的关系，让他有些眩晕，一个分神，脚下便被一节枯枝绊倒。幸好埃诺克及时揽住了他。玛格丽特，小心些！可女孩却被他手臂上的疤痕所吸引，难道是在战场上留下的？那个玛格丽特，埃诺克忽然出声，他触电般的从他身上弹开。埃诺克一脸疑惑：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只是太热了。他在心底懊恼的捶墙，就算天再热，也不能随便乱摸人家啊。谁知下一秒，身体突然腾空，埃诺克竟直接将他打横抱起。他瞬间慌了神：快放下我！可男人却自顾向前走着：再继续下去你会晕倒的，前面不远有条溪，就算再不喜欢也请忍耐一下。弗洛内盯着他，最后轻轻应了一声好。不一会，他们就到了溪谷。入水的一瞬间，他浑身的燥热立刻消散了大半。埃诺克转过身：我会守着的，你等凉快够了再出来。对了，如果需要什么……话音戛然而止，因为女孩正巧撩起了长发，阳光在她线条优美的背脊上跳跃起舞，像是镀上了一层细碎的金光，闪耀到让人移不开眼。女孩毫无察觉，回头疑惑地看向他：你刚才说什么？埃诺克的脸颊瞬间涨得通红，连话都变得磕磕巴巴：没什么，你如果有什么需要就和我说。
女孩随口应了声好，滴滴答答的水声在耳畔流淌起伏。埃诺克只觉得心脏快要跳出胸腔，他浑身肌肉绷紧，不停地告诫自己：清醒点，埃诺克，你到底在对一位小姐胡思乱想些什么？就在这时，100突然被轻轻拉住，女孩带着几分忐忑的声音从身后传来：那个，我的手够不到后背，能帮我解一下扣子吗？男人浑身一震，你说什么？弗洛内强忍住羞意，这里可以帮我解一下吗？他实在是没办法了，手臂短够不着扣子，可身上只有这一件衣服，总不能穿着湿衣服回去。埃诺克捂住脸，只觉得自己快要疯了，视线下移，刚才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的肌肤就这样跃然撞入眼帘。弗洛内抓着头发，一副比他还要紧张的模样。良久，一只手才伸了过来，他显然极不习惯做这种事，指尖笨拙，动作慢得可怜。玛格丽特，他忽然开口，离开这座岛后，你最想做什么呢？女孩想了想，首先，我想用香皂洗个热水澡，还有呢，再好好吃一顿大餐。他想起在弗洛内宅邸吃的最后一顿正餐简直是人间美味，虽然不是他亲口尝过，但属于玛格丽特的记忆早已与他融为一体。可是不管这个世界的食物多么美味，不管能佩戴上多少价值连城的珠宝首饰，他还是更想念他出生的地方，哪怕他只是个孤儿，哪怕那是个没人会欢迎他回去的地方。那埃诺克你呢？离开这里后想做什么？这个嘛，他顿了顿，没有继续说下去。弗洛内不满地挥了挥拳头，什么嘛，我都老老实实回答了，你居然敷衍我。挥舞的手臂突然被抓住，埃诺克俯身靠近，但是玛格丽特，如果我真的说出来，你应该会感到为难的。女孩猛地回头，为难？那是什么意思？话音未落，她的后背就被轻戳了一下，扣子已经解开好一会儿了，可我看你半天都没动静。弗洛内脸颊刷的一下红透，猛地转过身瞪着他，那你应该早点告诉我啊。男人却一脸无辜地举起双手，口中连连道歉，真是油嘴滑舌。女孩大步跑向溪边，整张脸红得仿佛熟透一般，真是的，你绝对不许回头。弗洛内仰面泡在溪水中，待全身得到彻底的放松后，就准备和埃诺克继续探查小岛。可他放在岸边的衣裙竟不翼而飞，他压低声音朝守在不远处的男人唤道：埃诺克，我的衣服放在哪里了？男人轻抠着手指，我不明白，你为何要问我你亲手脱下的礼服的去向？不是，弗洛内声音带着几分慌乱，我的衣服好像不见了。男人这才意识到不对，刚要转身，就被女孩急促的尖叫喝止，他的动作骤然僵住。弗洛内慌忙半沉回水中，我根本没听到有人靠近的动静，难道这座岛上还有其他人？埃诺克捡起脚边的武器，我去周围查探下，你在这稍等。说着他就向密林深处走去。弗洛内正在原地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而另一边，埃诺克循着地上的痕迹，很快便追上了那个鬼鬼祟祟的身影。不过一个刹那，他便将人狠狠按在了地上。这座岛上好久不见的面孔真多啊，你说是吗？迪亚哥爵士。被按在地上的男人满脸惊惧，谁能想到偷走弗洛内礼服的竟是兰格里德帝国的禁卫队长。据迪亚哥所说，他在一次训练中突然失去意识，在醒来时就已经到了这里。我还有2名同行者，殿下您也认识，是阿斯达尔皇子与鲁杰夫主教，他们也和我一样。埃诺克眸色一沉，他起初以为是废太子罗德凡的势力，可如今看来，这里不仅有兰格里德的人，甚至还有赫斯提亚的。到底是谁在背后布下这盘棋？不过他眼神锐利地扫向迪亚哥，爵士的同行者中有需要女装的人吗？迪亚哥立刻解释，当时情况紧急，我的同行者中有人需要这样的衣服，可这件礼裙并不像是阿斯达尔皇子与鲁杰夫主教能穿的。您是在怀疑我吗？埃诺克周身迸发出强烈的杀意，枪尖再次指向迪亚哥，回答我的问题。迪亚哥瞬间慌了神，殿下，我是兰格里德帝国的骑士，不是您的敌人啊。偷我同伴衣服的时候，你怎么没想起来说这话？迪亚哥见再也瞒不住，才咬牙坦白，我的同行者里有尤安娜露西圣女。尤安娜露西是帝国100年才出现的，拥有固有神力的圣女。真相非但没有浮出水面，反而越发扑朔迷离。埃诺克心头腾起一丝怒意，就连神职人员都逃不过这场劫难吗？果然神是不存在的。但现在重要的是，他质问道，那个女人没衣服吗？这件礼裙是我同行者唯一的衣服了，既然连这都要偷，说圣女正光着身子才算是合适的辩解吧。看来我说对了，立刻把衣服交出来。迪亚哥不敢再犟，忙把衣服拿出，毕恭毕敬地送到埃诺克手中。埃诺克接过，冷声吩咐，我们每10天在这碰面一次，如果转移到远处就提前告诉我，别让你的同行者知道。见埃诺克转身就要走，迪亚哥急了，您不和我一起走吗？埃诺克脚步一顿，回头瞥向他的眼神冷得刺骨，我好像说过，你只需要回答我的问题。迪亚哥再次伏低身体，遵命。还有，若是找到逃离这座岛的方法就联系我，别出现在我同行者的视线里，敢碍事的话，我不会放过你。弗洛内坐在岸边的石头上，仅穿着一件单薄的衬裙，冷风一吹，让他连打了2个喷嚏。就在他心想埃诺克到底去哪里时，男人终于回来了，看他带回了衣服。女孩激动地起身，可刚一站稳，剧烈的眩晕便猛地袭来，她竟直跌回了冰冷的溪水里。再次醒来时，她已经回到了山洞，头顶传来声音，你醒了。她这才发现自己竟然枕在埃诺克的腿上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埃诺克的声音带着一丝疲惫，抱歉，你突然发烧了，
像是受了凉。我想给你喂药，却不知道该选哪一种。弗洛内顺着他的目光看去，只见急救箱里的药物散落了一地。埃诺克自嘲一笑：我这辈子从未像现在这样无力过，这不是你的错啊。弗洛内忙出声安慰。话刚说完，他忽然想起了什么。对了，我的衣服，你是在哪里找到的？埃诺克犹豫道。我遇到了迪亚哥爵士。弗洛内心头一紧。迪亚哥？那个在帝国以刚正不阿、恪守骑士精神闻名的禁卫队长，竟会去偷一个正在沐浴的女子的衣服？他的骑士精神是被狗吃了吗？埃诺克忽然俯身，朝他郑重地行了一礼。他原本是我的人，所以对于爵士的失礼行为，理应由我来道歉。不，你为什么要道歉啊？因为你很怕他。性格耿直的迪亚哥非常讨厌向我献殷勤的你，每次见到你，他的态度都格外尖锐，所以我隐瞒了衣服的主人是你。如果你觉得必须亲自接受他的道歉，那么我会把他带来的。弗洛内心头涌上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。明明说好不给彼此添麻烦，可他现在所做的一切又算是什么呢？算了，以后我会亲自报仇的。闻言，埃诺克脸上浮现出笑意，他伸出手，轻轻附上了弗洛内的头顶。男人胸腔里发出的笑声低沉而爽朗。我就知道。弗洛内瞬间炸毛，这人笑什么？以为他是狗吗？不过埃诺克的抚摸并没有让他感到任何不适，反而让他的心逐渐安定了下来。是因为作为李珍珠时，从没有人这么对待他吗？原来被人摸头是这样的感觉啊！等等，除迪亚哥爵士外，没有其他人了吗？埃诺克竟移开了视线。那个，我不知道。女孩不解他为何这样。如果想要逃离小岛，我们一起行动不是更好吗？你说的有道理，但他和我们的情况差不多，也是什么都不知。不过我们约好10天见一次面交换情报，你不用担心。弗洛内暂时接受了这个说辞，可是他突然想起在昏倒前的一幕，自己只穿了件衬裙。想着他猛地看向埃诺克，对方顿时一惊，他轻咳2声试图掩饰尴尬。你的衣服是我换的，但我有努力闭上眼没去看你。弗洛内的声音悠悠传来，所以你还是看了。埃诺克陷入了沉默。弗洛内只觉得一股热血直冲头顶，若是带入到玛格丽特的视角，他以后还怎么嫁人？你担心这个？和我结婚问题不就解决了？女款瞬间炸毛，你是认真的吗？我过去说要和你结婚的时候，你还因为讨厌拒绝了我，可那时的情况和现在的你都不一样。弗洛内心底一颤，他竟然说他不一样，可现在的玛格丽特是他，他就是玛格丽特，说这些又有什么意义？他不敢再深想，慌忙转移了话题。凯登。埃诺克指向地上呼呼大睡的白毛，那家伙虽然昨晚也发烧了，但现在看来没事了。弗洛内松了口气，忙不迭站起身就逃。辛苦你了，我的烧好像也退了，你好好休息吧，我去那边睡好了。明知他在逃避，埃诺克也只能无奈轻叹一声晚安。可女孩万万没想到，夜半时分，凯登竟然偷袭了他。